绝不允许出现第二个逃跑的路径。这丑模样，要是个当诱饵的好材料啊！阴气入体，灵气归元。那日你断我4肢，妖怪啊！眼下要抓紧时间恢复修为，破除禁锢。炼魂宗那里的灵气定然充足。老祖，你怎么了？取你身体肉！那魔童毁我肉身，伤我元神。若不是将他引到小北延吉之地，利用听人禁制将其禁锢，恐是难逃此劫。此番没有抓到亡灵，还赔上了半条命，唯一所获便是这仙剑。剑魂，剑！大爷饶命！别杀我！当年我也是被那姓王的逼迫的，我对他可是恨之入骨啊！旁的剑魂都是忠贞不二，你这剑魂倒是有趣。你家许爷，他们岂能和奴才相比？我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此剑绝非寻常之物，就连其中剑魂都能拥有神智，着实难得。若将其抹杀，倒也有些可惜。不如趁我元神融合肉身之时，先行封印，以观后效。既你主动投诚，从今以后，你便是老夫剑魂，休想耍什么花招。大爷放心，我许立国一向忠心耿耿，绝不背叛。如为此事，便叫我万魔穿心。你随我一同闭关，待我元神与肉身融合后，再去找那亡灵算账。杀心啊！你啥时候能来救我啊？据说炼魂宗是皮陆国最神秘的宗门，从不主动收徒，皆是愿者上钩。只要在开放之日上缴灵石，便可获得一处洞府修炼。护山大阵。何人擅闯我炼魂宗？拜见前辈，晚辈多有冒犯，此次前来只是想拜入炼魂宗。你是哪个门派的？弟子是个散修。散修能达到筑基期，倒也不易。不过我宗收外围弟子的时日早就过了，你明年再来吧。前辈请留步，弟子多年前偶然得到一把好剑，一直没舍得用，还请前辈收下。这小子竟能有此等宝贝！此物从何处得来啊？多年前，弟子曾帮助过一个结丹修士，在他受伤之际为其护法。他伤好后，便将此剑送予我。可弟子修为不够，无法使用。好吧，老夫看你修行不易，便破例子，
跟紧我，炼魂宗内禁制极多，你若是走错了，我可不救你。多谢前辈。如御前所说，此处灵气果真比外界浓郁数倍。用如此多的灵气，供成千上万的外围修士修炼，真是罕见的大手笔，倒也正合我意。长兄，长兄，来了来了，喊什么？我路上遇到一个小辈，长兄收他为外围弟子可好？你红毛子都发话了，我岂能拒绝啊？那人就交给你了。我这次出山，收集了上百冤魂，正好能把魂幡练出一个主魂。等练完后，我过来找你吃酒。红毛子这无利不起早的性子，你可给了他什么好处？回前辈，是一把剑。既然如此，那这1090洞便归你吧。1年1块中品灵石。此洞府灵气稀薄，多半是条废门。前辈，弟子想换一间灵气更充沛的洞府。修道之人最忌贪快，你如此修炼，道基不稳，此生不会有结丹之日。晚辈还有一事请教，红毛子前辈刚所说的魂幡是何物？你可知，我炼魂宗内门弟子虽只有几百人，却能与毗卢国其他门派势均力敌，是因什么吗？因这魂幡。正是，魂幡乃我宗特殊法宝，其中玄妙只有内门弟子可知晓。想当年，我一路厮杀进内门，却因在结丹初期停留太久而被取消了身份，落得个外围管事。不知前辈可否透露一二？你现在还没资格。外围弟子每隔3年有一场万人大比，决出1人进入内门。你若想知道，自己去试。是晚辈见远。你叫什么？弟子名为青木。好了，跟我来吧。找了这么久，却没发现他的一丝气息，难道真遇到了不测？房号越小，表示灵气越多。看在红毛子的份上，我可是给你选了个灵眼之地。多谢前辈，晚辈日后定多多孝敬。外围弟子数以万计，能入内门者万里挑一。炼魂宗却还要耗费大量灵气滋养众人，究竟意欲何为？恐怕不只是培养修士这么简单。灵眼吗？借由昆晶岩汇集灵气，再用聚灵阵防止灵气外扩，倒是个伪造灵眼的好方法。不过若能解开禁制，直接接触昆晶岩，冲击筑基后期倒也够用。以我现在的修为，要想破除禁制，虽有难度，但未尝不可一试。破！
见了。也不知此时婉儿那边怎么样了。还有7年，我必须加快速度，找出灵眼之地，才能彻底将禁锢破除，解除封印。此处应该就是最接近真灵眼的洞府，但有人在内。青木，前辈，筑基大圆满，此人天资平平，却在短短3个月内从筑基初期一跃至此，身上定是有什么逆天法宝。又或是修炼了什么玄妙功法，怕是下次相见，我便要称呼你为道友了。元神崩溃后，我无法隐藏修为，倒让这结丹修士看出了端倪。此人日后定是个麻烦。此地人杰地灵，晚辈日夜吐纳，也是侥幸成功而已。你若能成功结丹，3个月后的宗门大比，便有极大的可能获胜。若到时你真进了内门，可要时常回来看看呀。啊，对了，我要提醒你一句，炼魂宗大比的规矩只有一个：成王败寇，只要能赢，生死不论。多谢前辈提点。若能从青木口中探出快速修炼的方法，定可重回内门。奇怪，怎会不关门？不过一个小小筑基，捏死他易如反掌。来了，秦牧，快把你修炼的诀窍交出来！我若不，你没得选。外围弟子的死活，宗派根本就不会过问。你交出来，我还能少你一条生路。否则，你果然有不少宝贝，今日都是老子的了！这是什么东西？不能少！我可是外围团师。外围弟子的死活，宗派不会过问。你绝不可能只是筑基期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，你不配知晓。
域，形成了一股天然灵威，借此来打破封印，再合适不过。我